在中國雲南和緬甸交界的雲霧深處，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民族——德昂族。他們的世界遵循着一套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生活法則，充滿了令人着迷的儀式與規矩。想象一下這些场景：當小伙子們在姑娘家後門吹響悠揚的葫蘆絲時，姑娘會打開後门邀請小伙子進来，兩人在火塘邊談情說愛，对唱情歌，而姑娘的父母則在隔壁房間默默聽着。一场隆重的婚禮舉行時，坐在主位接受新人跪拜的并非他們的父母，而是舅舅。在德昂族的潑水節上，他們會不厭其煩地告訴外來遊客，他們才是第一個過潑水節的民族，比傣族還早呢。而在這所有習俗之上，還籠罩着一層更為深刻的底色，這是一個全民信佛的民族。村寨裡最華美的建築永遠是禮佛的葬房，村裡有事要商議，第一時間就是找佛爺。男孩們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的儀式，往往是在佛寺裡剃度為僧。一個以舅舅為尊的家庭，一場由音樂開啟的愛戀，一段被塵封已久的歷史，以及一顆全民向佛的虔誠之心，這些看似迥異的文化拼圖，是如何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又和諧的世界呢？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進德昂人的山寨，去探尋這些奇特習俗背後的文化根源，感受一個民族在現代世界中依然堅守着的那份獨特而古老的靈魂。在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那片緊鄰中緬邊境、常年雲霧繚繞的高山之中，藏着德昂族世世代代的家園。歷史的塵煙將他們的源頭追溯至數千年前的古代僕人，他們是這片蒼茫大地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千百年來，他們始終生活在這片給予他們一切的山林裡，並從中發展出了一套獨特而迷人的生活方式。想要讀懂他們，不妨先從他們身上最直觀的印记——服飾開始。德昂族的服飾是一部穿在身上的无聲史書，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德昂族女性腰間那一圈圈厚重的腰箍。這些由藤篾、竹篾甚至白银精心制成的圈環，被緊緊地束在腰間。德昂族的女人們從少女時期便開始佩戴腰箍，並隨着年歲增長而增加腰箍的圈數。它並非簡單的裝飾，而是一張無言的身份證。腰箍的數量、材質和顏色都在無聲地訴說着佩戴者的年齡、婚姻狀況以及在族群中的身份。如果說服飾是寫在身上的故事，那麼飲食則是融化在舌尖上的山林記憶。大家都知道，雲南盛產茶葉，雲南人好茶，是大眾自古以來的認知。德昂人則被稱為古老的茶農，他們與茶的緣分早已超越了簡單的沖泡和品飲，他們甚至發明了一種可以嚼着吃的酸茶。將採下的新鮮茶葉經過蒸揉的工序後，再塞入竹筒壓實，將竹筒埋入土坑，經過數月的發酵，茶葉就從普通的叶子蛻變成了一種口感酸澀、回味悠長、風味奇特的零食。將茶葉從竹筒中取出，沖爛，再壓成一個個薄薄的圓餅，暴曬幾天，酸茶就制作完成了。這種茶泡出來的茶湯顏色金黃透亮，帶有酸美的酸香和一絲甘苦，苦後還會回甘，生津清爽。但德昂人更喜歡嚼着吃，因為上山幹活不方便帶水，像零食一樣嚼着吃更方便。第一次嘗試的人或許會皺起眉頭，但這正是流淌在德昂人味覺記憶裡最古老、最獨特的家鄉味道。除了茶，他們的餐桌也離不開山林的慷慨饋贈。對於德昂人來說，可以沒有肉，但絕不能沒有筍。一句無筍不成席的俗語，道盡了他們對竹筍的依賴與熱愛。無論是清晨帶露的新鮮竹筍，還是經過晾曬醃製的酸筍、乾筍、灰筍，都能在德昂族人的手中變換出數十種不同的美味。竹筍的清香與鮮美，構成了他們飲食世界的靈魂。不僅如此，德昂族還有各種節日，其中不得不說的就是澆花節和潑水節了。澆花節是德昂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着德昂族的精神信仰，而德昂族認為是他們最先過潑水節，傣族則是之後才開始過潑水節的。傣族實力雄厚，有自己的文字傣文，記錄着潑水節，久而久之，潑水節就成了傣族的標誌。但迄今為止，誰先過潑水節卻還沒有官方統一的說法。從身上那一圈圈厚重的腰箍，到舌尖上那一抹獨特的酸茶滋味，再到全民狂歡的節日，我們看到了一個民族如何將山林與歲月融入自己的身體與生活。那麼，在處理人生最重大的事情——愛情與婚姻時，這些古老的山民又會遵循着怎樣不為人知的浪漫規矩呢？如果說德昂族的物質生活是從山林的風味與印記中生長出來的，
那麼他們的社會習俗則是在一套嚴謹而充滿詩意的古老規矩中編織而成的。這套規矩在人生最重要的婚戀大事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過去，德昂族的姑娘小伙滿15、16歲後就可以參加串姑娘的活動，也就是小伙子可以到心儀的姑娘家去串門，兩人通過談話和對唱情歌的方式培養感情。夜幕降臨，當山寨被月光和寂靜籠罩，年輕人的社交才剛剛拉開帷幕。一個精心打扮過的德昂族小伙子懷着一絲緊張與期待來到心愛姑娘家的竹樓下，但他不會魯莽地去敲姑娘家的正門，因為會被視為對長輩的極大不敬。他會悄然來到姑娘竹樓的後門旁，再從懷中取出一個葫蘆狀的樂器。當葫蘆絲湊到唇邊，一段悠揚婉轉帶着試探與愛慕的旋律便會像月光一樣輕柔地飄進姑娘的窗棂。這樂聲就是敲門磚，是唯一能打開愛情之門的鑰匙。而且如果不吹葫蘆絲就串姑娘，會被德昂族認為不符合規矩。在他們的認知裡，會吹葫蘆絲的小伙子才是好小伙，但他並非可以隨意吹奏，而是有一種心照不宣的音樂密碼。曲調裡有專門的問候條，意思是詢問姑娘是否在家，起床了嗎，是否方便。如果姑娘遲遲沒有回應，他或許會吹起略帶憂傷的等待條。這考驗的不僅是小伙子的音樂才華，更是他對傳統的尊重與理解。如果姑娘方便，就會推開窗回應小伙。這個時候小伙就該吹第二種調子，生火調了。姑娘在這個時候會點亮自己屋中的姑娘火塘，當火塘透出溫暖的火光時，小伙子就會被姑娘邀請進屋。姑娘會遞給小伙一杯酸茶泡開的茶水，代表着两人的約會正式開始了。他們會在火塘邊親密的交談，或者對唱山歌、情歌。這時候也許有人會疑問了，大晚上的在家唱歌，不會吵到家人嗎？你還別說，姑娘的家人就在一牆之隔，正聽着他們談話呢。一些臉皮薄的女孩們可能想象不了這種場景，自己正和心儀的小伙說着情話，唱着情歌，自家父母双亲就在隔壁聽着，這該多不好意思的。但德昂族的姑娘們早已習慣這個傳統，因為串姑娘有串姑娘的規矩，串姑娘不能拉着姑娘上街，也不能帶姑娘到田間地頭，一切交流只能在家中的姑娘火塘旁。一般串姑娘的時間在晚上的9點到10點，最晚不能超過12點。小伙子必須在0點前離開姑娘家。在德昂族的傳說中，不按時離開的小伙子會變成啞巴，而且在姑娘火塘旁不會有越界的舉動。小伙不能動手動腳，因為姑娘的父母就在一牆之隔的房間，這些牆都是竹籬笆做的，不會隔音。正常來說，只要沒有越界的舉動，姑娘的父母都不會過多干涉两人談情，他們会假裝睡覺，甚至在女兒接不上小伙的情歌時，姑娘的母親、奶奶甚至姐妹則會夾着嗓子輕輕地回唱，悄悄地提醒姑娘該如何應對。這種在父母家人監聽下的浪漫，既給予了年輕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又用一種無形的社會監督為這份感情劃定了禮儀的邊界。所以在跳動的火光下，姑娘小伙可以心照不宣地對視、交談、唱歌，而对歌則是這場約會的核心環節。小伙子會唱起讚美之詞，誇姑娘的勤勞與美麗，姑娘則會用機智的歌詞回應，或是考驗對方的智慧，或是表達自己的心意。這是一場關乎才情與品性的較量，直到雙方情投意合，默默許下約定。當串姑娘活動結束後，小伙子離開時還會用葫蘆絲吹響最後一種調子，離別調，意思是告訴姑娘自己要走了，明晚再來。姑娘非常感動，然後告訴小伙，明天你先別來，我要和你的好兄弟串姑娘。什麼？多個小伙可以同時串一個姑娘？別吃驚，在德昂族還真的可以。德昂族的戀愛比較自由，在男女正式確認情侶關係或者訂婚之前，姑娘都是自由身。無論這個姑娘是否正在與某個小伙子串姑娘，別人都可以來到她的竹樓下進行串姑娘的活動。一般姑娘都不能拒絕，哪怕來的小伙子並不是姑娘心意的，姑娘也要禮貌地將人請進家門，在火塘邊進行交談。所以在德昂族年輕人之間，經常會發生我串的姑娘，我朋友也想串，或者我朋友串的姑娘，我曾經也串過等等事情。但不管怎麼樣，大家都是公平競爭，自由競爭。況且這些事情也是得到姑娘父母允許的，因為在德昂人的觀念裡，夜晚前來吹奏葫蘆絲的小伙子越多，就證明自家的女兒越有魅力，越受歡迎。這在鄰里間是一件極有面子的事。當姑娘和小伙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
兩人確定了彼此的心意，打算結婚時，小伙子会送給姑娘自己親自包好的一包茶葉和一包糖，姑娘会把这包茶叶掛在自己的床頭，表示自己有对象了。小伙子要告訴家裡的长輩自己有了想要娶的姑娘，如果父母双亲不反对，那么就要请一個嘴皮子厲害的親戚或者老人前去說媒。但女方的家長也不會讓這個拱了自家白菜的豬這麼輕易的就娶到女兒，他們不會立馬答應下婚事，這樣會自降女兒身份。女兒越難娶，嫁過去之後在婆家就會越得到珍惜。所以無論媒人如何舌燦蓮花，誇讚女兒漂亮賢惠、聰明善良，女方的父母都會推辭，說自家女兒年輕不懂事、太稚嫩等等。這種推辭十分有藝術性，不能推得太狠了，讓男方家誤會。媒人只能多次登門求娶，到第3次上門時，女方的父母會請來各方親戚，這代表着最後一關正式到來。在德昂族，一場婚姻能否最終締結，擁有最終決定權的，既不是兩情相悅的年輕人自己，也不是他們的父母，而是一個在我們看來有些意想不到的角色——新娘的舅舅。娘親舅大這句俗語，在許多地方或許只是一種親情的表達，在德昂族，它是一條不容置疑的鐵律，尤其體現在婚姻大事上。這就是德昂社會中獨特的舅權至上傳統。媒人帶着厚禮來到女方家中，首要拜見的必須是新娘的舅舅，在火塘邊最尊貴的位置上坐着的，也必然是他。新娘的父母，儘管是這樁婚事最直接的關聯人，此時卻只能坐在次要的位置，更多的扮演着陪同與聽取意見的角色。所有關於聘禮的商討，對未來女婿人品的考察，乃至最終是否同意這門婚事的決定，都由舅舅一人說了算。他會用審視的目光打量着媒人，提出各種問題，從男方的家境、人品到他是否勤勞、是否懂得規矩，都一一進行盤問。父母或許會插話補充，但最終的可以或不行，必須從舅舅的口中說出，他的話就是最終的判決。一旦舅舅點頭同意，一場盛大而繁複的婚禮便拉開序幕。在過去，德昂族的婚禮邀請客人不會發放紙質的請柬，還是將茶葉分成很多個小包，在小包裡有一張紙條，上面用中文和傣文寫着婚禮的時間和地點。收到茶葉包的宾客届時就會來參加婚禮。傳統上，德昂婚禮要持續3天3夜。第一天，在新郎家先舉行一次儀式，向家中老人敬酒，宴請賓客。到了午夜，新郎帶領着由青年男子組成的歌隊，浩浩蕩蕩地前往新娘家。而新娘在離開娘家前，必須有一場發自內心的哭嫁。她嗚咽啼哭，表達對父母養育之恩的感激和依依不捨。哭得越是真切，越能體現她的孝順與善良。婚禮第2天是正宴。當新娘被迎到新郎家門前，樓梯前會特意放置一塊平整的青石，新娘必須雙腳穩穩地踩在上面，寓意着他們的婚姻將如磐石般堅固長久。上樓時，婆婆早已等候在此，她會親手為新媳婦灑上帶有花瓣的清水，洗去一路的風塵，並撒上象徵吉祥的米花。隨後，婆婆會親手解下新娘腰間那標誌性的代表少女身份的腰鼓，這象徵着新娘從此由姑娘變為人婦，正式成為這個家的一員，更象徵着婆婆權力的確立與交接。婚宴之後，真正的狂歡才剛剛開始，青年男女會圍着篝火通宵達旦的對歌，歌聲與笑語交織，直到第3天的天明。然而，婚禮的儀式並未就此結束。婚禮的第3天上午，還有一個極具德昂族特色的環節，那就是新郎回岳家洗碗。這一天上午，新郎要帶着自己的伴郎團，鄭重其事地來到岳父家，在後廚的水槽邊，當着眾人的面，認認真真地清洗碗筷。這個儀式展示了新郎的勤勞品格，並向岳家承諾，即便您家女兒嫁為人婦，他也會代替妻子，繼續承擔起孝敬與照料老人的責任。而在整個婚禮過程中，還有一項最為神聖、最具精神內核的儀式貫穿始終，那就是念蒙格拉。蒙格拉是一種神聖的道德說教與祝福，在婚禮的各個關鍵節點，新人都要跪在德高望重的長者或宗教人士面前，以無比虔誠的姿態聆聽教誨。長者會用一種如念經般低沉而富有韻律的語調，向他們講述成家立業的道理，如何孝敬父母，如何和睦相處，如何勤儉持家，如何承擔起一個成年人的責任。這不僅是對新人的祝福，更是一場莊嚴的人生教育課，是將整個民族的價值觀與道德準則，是在一個新家庭建立之初就深深地烙印在他們心中的神聖儀式。德昂族的婚戀習俗如同一部結構精巧、層次分明的戲劇，
德昂族人扮演的所有角色，他們內心的準則和行為邏輯究竟是什麼樣的呢？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精神信仰，能夠支撐着他們千百年來的繁衍生息呢？德昂族也和傣族一樣，都信仰南傳上座部佛教，也就是小乘佛教。它在13世紀傳入了德宏地區，也就是說，德昂族全员信佛的歷史已有700多年。在德昂人的世界裡，信仰並非仅僅安放於內心，而是具象化为一座實體建築，矗立在每個村寨的中心。這座建築就是藏房，也就是他們的佛寺。走進任何一個德昂族山寨，你最先注意到的必然是那座在普通民居中鹤立雞群的藏房，它永遠佔據着村寨裡最高、最好、最中心的位置。飛檐翹角，雕梁畫棟，金色的裝飾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這裡不住村長，不住首富，只住着佛陀的塑像和他的弟子。藏房的至高地位直觀地宣告了它才是整個村寨真正的權力與精神核心。它不僅是靈魂的歸宿地，更是德昂人從出生到死亡都無法繞開的生活中心。這種中心地位從每個德昂族男孩的人生起點便已確立。在過去，男孩童年時期的第一份工作，或者說最重要的必修課，並非進入學校讀書，而是要先入寺為僧。大約在7、8歲的年紀，男孩們會被家人鄭重地送到藏房，舉行一場隆重的剃度儀式。在缭繞的香煙和僧侶的誦經聲中，他們剃去頭髮，褪下世俗的衣裳，穿上橙黃色的袈裟，成為一名小沙彌。當然，這並非意味着他們將從此遁入空門。對於絕大多數男孩而言，這只是一段為期數月、數年不等的短期修行。但這短短的一段出家經歷，卻對他們的一生產生着不可估量的影響。藏房就是他們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在這裡，他們跟隨年長的僧侶學習閱讀和書寫，他們背誦佛經，初步理解因果輪迴、善惡有報的樸素哲理。他們學習禮儀，懂得如何與長輩相處，如何遵守社區的規矩。這不僅是文化知識的啟蒙，更是一場深刻的品格與紀律塑造。可以說，一個德昂族男孩只有經歷過藏房的洗禮，才算完成了從一個自然頑童到社會成員的第一次身份轉變。當他們長大成人，還俗回歸家庭後，藏房的角色也隨之轉變，從一所學校變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全能社區中心。它就像是村寨的法院。當鄰里之間因土地邊界而爭執不休，或是夫妻之間發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去鄉政府告狀，是去藏房裡請德高望重的佛爺，也就是住持僧侶來評理。在莊嚴的佛像前，佛爺不會引用法律條文，而是會用佛經裡的故事向雙方開示貪婪的壞處與忍讓的功德。在神聖的氛圍和道德的感召下，再激烈的糾紛也往往能化為平靜的和解。它也是村寨的議事廳。每當村裡需要修建道路、整修水利，或是籌辦重大的節慶活動，村民們便會自發地聚集在藏房寬敞的殿堂裡。在這裡，大家暢所欲言，共同商議，最終由寨老或佛爺做出決定。藏房為整個社區提供了一個凝聚共識、協同行動的神聖公共空間，它更是貫穿一生的儀式聖殿。當一個新生命降臨，家人會到藏房擔佛祈福。當新人舉辦婚禮，要在藏房或者請僧侶來家中舉行最神聖的蒙格拉教會儀式。而當一個人走到生命的終點，家人則必須請來藏房的僧侶，為逝者徹夜誦經，超度亡魂，指引他走向光明的來世。從搖籃到墳墓，德昂人生命中的每一個重要節點都由藏房來見證和加持。然而，德昂族的信仰世界並非鐵板一塊。如果說南傳佛教是後來照亮山寨的燦爛佛光，那麼在佛光抵達之前，這片土地上早已生長着古老的萬物有靈信仰。德昂人敬畏山神、水神、樹神，而其中地位最崇高的莫過於掌管五谷丰登的谷娘。這是一位類似大地之母的女神。有趣的是，當佛教這一外來信仰成為主流後，它並沒有與這些本土原始信仰爆發激烈的衝突，反而在德昂人的智慧調和下，達成了一種奇妙的共生。這種融合最集中的體現，莫過於一場祭祀谷娘的儀式。按理說，祭拜這位古老的農耕神應該在田間地頭，但在幾百年來的德昂山寨，祭祀谷娘的儀式竟然莊重地設在了藏房之內。主持儀式的也不是巫師，而是身穿袈裟的佛爺。他帶領着村民在釋迦牟尼的佛像前擺上新收割的穀物，然後用純正的巴利語念誦着佛經，為谷娘祈福。這背後是德昂人極為樸素而實用的世界觀。佛陀掌管着精神的解脫與來世的福祉，
是崇高的精神導師，而姑娘則掌管着眼前的收成與溫飽，是生存的根本保障。兩者他們都需要，於是他們巧妙地將古老的生存之道納入了更高層次的精神信仰框架之中，最終形成了佛中有靈，靈中有佛的獨特信仰途徑。正是这种无所不在、深度融合的信仰，塑造了德昂族溫和、謙讓、敬畏秩序的民族品格。那麼，在現代化浪潮的衝擊之下，這座曾經什麼都管的佛寺，還能否繼續扮演村寨心臟的角色？這些古老的信仰又能為今天的德昂人提供怎樣的答案呢？時代的車輪終究會碾過最偏遠的山路，為古老的村寨帶來新的聲音。對於德昂族而言，這聲音時而悅耳，時而刺耳。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帶來了無法回避的挑戰。那些曾經如同磐石般堅固的傳統，正在這股浪潮的沖刷下悄然發生着改變。山寨的夜晚依舊被月光籠罩，但15、16歲的少男少女不再參加串姑娘活動，畢竟這個年齡的孩子還在讀初中、高中，讀書才是他們最重要的事情。而那些已經成年的男女在談戀愛時也不吹葫蘆絲了，曾經作為愛情信使的葫蘆絲聲變得越來越稀疏。年輕的小伙子們不再需要花費數月甚至数年的時間去苦練這門古老的樂器，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機，幾條簡短的信息就能迅速拉近與心上人之間的距離。山寨的夜晚不再只屬於悠揚婉轉的傳統情歌，也被各種流行音樂所佔據。年輕人的娛樂方式變得空前豐富，那場充滿儀式感和詩意的串姑娘正在被更直接、更現代的交往方式所取代。一場新式的德昂族婚禮，或許是觀察這種變遷最直觀的窗口。你會發現，許多古老的環節正在消失，繁複的迎親儀式被簡化，耗時良久的3天3夜慶典常常被壓縮在1天之內。那充滿敬意的以茶代請柬也被更方便的紙質請柬所替代。村寨裡的葬房逐漸減少，葬房中也少見僧侶。德昂族依舊信佛，但每年在佛教儀式上花費的錢越來越少了。過去，葬房是德昂族男孩唯一的學校，是他們接受啟蒙教育、完成社會化的必經之地。但隨着9年義務教育的全面普及，一座座嶄新的現代化學校在山寨旁拔地而起。孩子們背上了書包，學習漢字、數學和科學，擁有了通向山外廣闊世界的鑰匙。這無疑是巨大的社會進步，但它也帶來了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葬房不再是唯一的選擇。那麼，當葫蘆絲聲漸漸遠去，當葬房的鐘聲不再是唯一的課堂鈴聲，德昂族文化的靈魂是否也隨之消散了呢？答案或許並非如此悲觀。現在仍有一些最核心的傳統卻被頑強地保留了下來，比如婚禮的主桌上，舅舅的權威地位依然不可動搖。在喧鬧的宴席開始前，新人依然需要恭敬地跪在長者面前，聆聽那場神聖的蒙哥拉教會。這仿佛是一場無聲的博弈。德昂人在努力擁抱現代生活便利的同時，也在竭力守護着他們心中最重要的文化根基。即使外在的習俗正在簡化，但千百年來由信仰和歷史共同塑造的民族性格內核，依然在德昂人的血液裡靜靜流淌。你依然能從他們溫和謙遜的待人接物中，看到佛慈悲與忍讓的影子。你依然能從他們對長輩的恭敬、對鄰里的友善中，感受到傳統倫理的強大慣性。你依然能從他們談論山林、河流時的眼神裡，讀出那份源自萬物有靈信仰的古老敬畏。這些精神內核早已超越了具體的儀式和教條，化為了一種集體的無意識，一種不假思索的行為準則。它就像一種文化基因，決定了這個民族最基本的底色。一個年輕的德昂人可能說不出一句完整的佛經，但他依然會本能地認為做壞事會有報應。他可能已經不再參與串姑娘，但在面對愛情時，內心深處依然保有一份對家庭和承諾的尊重。德昂族的故事並非一個關於傳統消亡的悲歌，而是一個古老文化如何在現代世界中努力尋找自身位置的真實寫照。他們面臨着所有少數民族都在面臨的困境，也在用自己的智慧進行着調試與取捨。那融入血液的文化密碼或許會以新的方式被表達，但它不會輕易消失，因為對於德昂族而言，那份溫和，那份謙讓，那份對天地神佛的敬畏，早已不是一種需要學習的知識，而是他們本身。心中有信念，民族就會有力量。德昂族目前面臨的處境，其實在中國其他少數民族中並不少見。屏幕前的你，是否也來自這些少數民族呢？你的民族又有什麼習俗正在漸漸消失？德昂族的做法，你認為值得學習嗎？
歡迎在評論區分享出來，我們一起聊聊。長視頻製作不易，歡迎大家關注、點讚、收藏、轉發，我們下個視頻會更精彩。